Hello，大家好，我是电教父的主人千水。就前段时间，我们工作室把电教父的文瓦测试上架了 Steam，获得了一些关注啊，还是比较开心的。然后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期待。然后因为游戏的玩法比较新嘛，我也看到电教父的群里有一些关于机制的讨论，还有像 Steam 上一些关于游戏玩法的建议，以及很多朋友会很关心我们的进度以及工作室的生死存亡。那对此，我非常感谢大家对电教父的支持啊。然后为了回应大家，就我试着整理了一些提出来的问题。然后今天咱们来一起交流一下。就第一个问题啊，就《电教父》它为什么是个卡牌游戏？就其实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们在《电教父》立项的初期，在创作的初期，最早就是想做一个卡牌。我们想来讨论一下外因的改变跟平行性它本身，大概就是游戏的规则会随着游戏进程产生变化，然后呢不同的规则下，它平行性也会产生变化嘛。就在原本的一套规则下，你只需要找到这个规则下的最后解或者你最想玩的东西。但是在规则不断的变化的时候，那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就你在不同的版本下，它肯定会有更好玩的东西，或者更有趣的东西，或者说强度更高的东西。那你要不断的去追寻，那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避开所谓的路径依赖问题，而且可以有效的提高游戏寿命。那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还挺有趣的，我们想来做它。然后我们就开始琢磨，就什么东西它能跟这个有关，它能符合这个的严肃性。因为游戏都需要包装嘛，你需要有一个主题。然后我们就想到电竞这个题材其实非常的契合，因为电竞是随着时间的改变啊，你的新规则提出来了，新的版本提出来了，然后你作为一个教练，那你需要去告诉选手们，哎，你们要去练这个英雄了，这个版本可能什么东西比较重要，你们需要改变你们的打法，那跟我们想做的东西可能很契合，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算是为了那碟醋才包的饺子。就现在这个卡牌玩法，它是那盘饺子，版本规则其实才是我们最开始想要的那些醋。所以在我们的视角里，其实《电教父》在现在 Playtest 这个版本啊，它还不那么完整。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游戏机制跟模拟的关系。就比如很多朋友都觉得对面都在推加了，怎么我家的打野还在刷野？比如说魔龙跟先锋，它为什么是固定时间触发的战斗？我为什么不能避开它？还有像决战为什么会所有人都回满血？分路方式为什么是固定的？为什么没有换线？就其实对电教父的制作来说，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考量的。就我们在搭建底层玩法的时候是这么想的：电竞是个主题，我们可以拿这个主题去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创作上的灵感。所以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从电竞这个主题中，我们抽离了一些概念，然后再将它们再揉进这个游戏框架里。咱们拿魔龙跟先锋举例啊，在 MOBA 体系当中，他们是中立资源，他们具备很高的强度，你打赢它会有一个特别的效果，或者说会获得很大的金钱。所以我们会在游玩的当中，我们需要去抢夺他们，我们需要跟对面打团战，而他们的刷新的时间点以及复活时间，会很大程度上的影响于节奏。那当我们把这个概念抽离，再放到电教父当中，就变成了要有固定的刷新时间点。这样子他们才会非常有效的影响 BP 还有打牌的思路。那固定的参战人员和必定参战就变成了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事情。或者咱们拿策划语言来讲啊，就魔龙跟先锋，它会变成一个思考基点。游戏当中很多的决策啊是需要考虑他们的。那我们会觉得这样子非常的有必要，因为只有当它很成立的时候，那随着版本规则的变化，我们的节奏啊，我们的玩法啊，也会才相应的有变化。然后像决战还有一波这种设定，它就是纯粹为了游戏性服务。我们在一开始的设计里其实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在自己游玩的时候，我们在 follow the fun 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内线的这种设计，它会非常的需要终结游戏的手段，它会非常需求这个，因为如果没有它，整个游戏会被拖得特别特别长。而且游戏就是我们内线的东西，它已经很多了，它已经很满了，单局游戏的时间甚至在20到30分钟了。那它也非常需要一个保底，所以我们最终才设计了决战还有一波。然后以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游戏性的重要程度，我是认为是远高于现实模拟的。就我会希望我做出来的游戏，它游戏性上是 OK 的，是好的，而现实模拟这一块可能它的优先级就会比较低。所以这里其实要对一些很追求模拟的玩家，然后要说一句抱歉啊，就可能颠交付不是你们想要的样子。第三个问题啊，就游戏后续会不会有英雄的增强或者削弱？刚才咱们有说嘛，颠教父确实会有版本规则的变化。当然，对于英雄的增强跟削弱，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就是它有点无聊了，或者说它有点无趣了。
就一个新的版本来了，某一个英雄被增强了，那在我心目当中的渊机肯定会上升嘛。一个英雄削弱了，那在我心目当中它的渊机就会下降。我们会认为这种变更，它会丧失掉一定的策略性。所以我们想做的东西其实是这个样子，就当一个新的赛季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判断这个版本下哪些英雄它是好的，哪些英雄是坏的，它不应该直接得出来一个答案。然后我们拿着我们判断出的这个版本答案，我们要去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去验证，我的想法是否正确，然后再在后续的比赛当中不断的修正。我们觉得这样子的状态可能对于电竞教父来说，它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比如说有一个版本，我们加入了2只新的野怪，然后这个新的野怪只能用卡牌来进行清除，然后清除的英雄会获得一个永久的攻击力增长。那可能当我一开始面对这个版本的时候，我一开始的理解是，我看哪些英雄它更是攻击力的加成，那他们在 BP 的时候渊机就应该被提高。至于清除野怪，则交给选手卡来解决。那可能打着打着，我的理解就产生了变化，我会认为能够清野的英雄，他们的渊机就应该被提高。那可能打到最后的一个季后赛的阶段，我们发现，这种增幅 C 位的版本，那可能要选择能够稳定击杀对面 C 位的阵容，这样的反而更能克制对面。就无论初期的版本理解是哪种，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实践、修正、改良，就这种尝试跟这种验证，我们会觉得它非常的有意思，也很有趣。就第4个问题，美术为什么要用 AI？就其实这是一个工作室人手的问题。我们工作室有12个成员，但是实际上进行绘画工作的只有1个人，而且他还需要负责建模啊、UI 啊一系列的工作，就人手比较有限。而且对于电竞教父而言，我会觉得说选手的例会，其实在我们的工作里，它算渊机比较低的。就我们一开始其实也有另外的准备嘛，因为4、5年前那会儿还没有 AI，然后我们虽然想拿体速小人来充当选手，但是效果很不好啊。然后去年的话，我们接触了 AI 这个东西，我们便决定拿一些过去的素材及专门为它绘制的图片，我们来训练一个自己的模型，这样的我们可以避开一定的版权风险。然后我们再拿 Stable Diffusion 来出图，这样的是非常有效率的。而且我们在出图了之后，我们也有经过重新的绘制啊等等一系列的工作，那实际的性价比比较高，然后效果也比赶时间让美术一个人绘制要好。而且其实对我们而言，我们不太能接受说我们把这个美术外包出去这件事儿。就做游戏是一个创作的事情嘛，就无论如何都应该尽可能在工作室内部来完成。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投入方面的问题，我是觉得如果有多余的钱，那我们不来多做一些玩法系统，不来多做几个英雄呢？所以美术可能到最后我们也会拿 AI 这个东西。第5个问题就后续我们还打算做哪些内容，还有哪些内容？其实电竞教父是由这么几部分构成的：网吧赛、乙级联赛、超级联赛，中间还有个甲级联赛了，然后还有世界赛。然后后续的话会有版本规则加入、装备系统、训练赛啊、青训营、赞助商、新秀选秀、运营熟练度系统等等一系列。其实我们筹备的内容是比较多的。然后之所以现在只放出了网吧联赛，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乙级联赛我们还没有把它完全的串好，因为乙级联赛就相当于我们的系统基本上是完备的状态。然后而且其实我们挺想看看大家的反应的，因为拿着电竞这个题材来做一个卡牌游戏，它毕竟没有那么常见了。第6个问题，就游戏已经跳票了这么多次了，还会不会再跳票？首先非常抱歉啊，我其实已经完全记不得我们跳票了多少次了。就做游戏嘛，你总会有一些想法，随着时间不断的冒出来，所以说你不断的在做，然后你会发现这点我还可以再改进，那一边我还可以再加强一些。就包括我们最开始其实这样做30几个英雄，到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50多个英雄的制作，然后我们又没有投资人等等一系列的限制，就我们比较随心所欲嘛。那当我们发现电教父有可以变得更好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选择，我跳个票吧，然后游戏也会更加的完善。不过这次咱们定在3月15号发售，日子应该不会再变了。一个就是也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压力嘛，就很多人都跟我们说，你们赶紧去 EA 吧，我们想赶紧玩到就后面的内容啊。然后3月15号这个日子，其实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到时候能够做完的。然后像之前的作品变量一样，会不会有反向跳票这个事儿？颠交付应该是不太可能，因为现在情况是这样，就颠交付它非常的缺乏一个曝光程度，我们很需要参与 Steam 的新品节，然后获得一些曝光，获得一些流量。
可以让更多的人来看到我们的游戏。但是下次的新品节可能在明年的2月份了，所以并没有什么反向跳票的空间。第7个问题，就明年3月15号是不是一个正式版？有没有可能是 EA？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它是一个全部都做完的正式版。就如果到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地方可能还不太完善、不太成熟，那可能我们会选择把它先关掉，然后等后面做好再更新。这样子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们相对而言，我们不是很喜欢 EA 这种形式。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内部的原因啊。就团队虽然已经经营了6年，我们从最开始的4个人到现在12个人，我们人数也在慢慢的增多，然后我们的流程也在越加的规范，但是依旧存在着一些可能的困难，就更新可能会停滞啊等等一系列人员的稳定啊，这些都是问题。所以比起 EA 画饼，我们可能更适合就等做出完整版，然后再不断的迭代这种形式。所以应该不会以一个 EA 的状态来发售游戏。第8个问题，就游戏会不会出 PVP， 会不会出创业工坊 ，DLC 计划是怎么样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销量的问题。就比如说 PVP 游戏一开始，其实我有做关于 PVP 的内容了，肯定有对它的考量，因为毕竟是一个对称式的游戏。但是在我们的眼中，它的优先级会比较低，因为它的开发成本比较高，就暂时搁置了。就如果后续有一定销量支持的话，我其实特别想去开发那种局域网式的对战的体验，就大家来，我们来选择一个版本或者随机一个版本，然后双方来对垒。可能在我眼中，就看见大家这么着对垒，我会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创业工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支持，可以更换姓名库啊、选手形象啊、装备啊等等，但是并不一定首发就会支持啊。因为我们还是优先来做好游戏它主要的主体，这些我们可以等到后面再去开放。然后像英雄的 mod， 它可能需要策划、美术、建模、特效、动画一系列的工作，它要求很多方面的制作能力。我其实想看会不会说有人做一个英雄出来，然后放到一起，然后可能会是个很有趣的事情。就看见自己的游戏有 mod， 对于一个游戏开发者而言，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儿。对，我其实非常想看到，所以我们会尽可能的给 mod 作者来一些支持。但是在开发完成前，我们可能还是以制作游戏内容为主。然后 DLC 计划的话，游戏还没发售，也还没有做完，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并没有这个计划。最后一个问题，就游戏卖多少套回本，工作室运营情况怎么样？这个问题其实挺多人问的，非常多人问。就《颠交付》我们确实投入比较大吧，大概我们需要10万套才能回本。但是实话实说，就不要为我们担心了。任何一家游戏公司，任何一个游戏工作室，它都会有完蛋的那天。秦20而亡，那我呢也从来没有想过小型游戏工作室它可以长命百岁，它可以源远流长。对，而且讲道理，就是一个工作室它只有2种死法，一种是丧失了创作的能力，一种是丧失了创作的动机。所以我们现在完全没有生死存亡的问题，可能会有紧迫感了，但主要来源于岁数的增长。对，然后至于销量的话，就我个人的角度，我会希望多多益善，就谁不喜欢掌声跟鲜花呢？而且我还挺喜欢接受采访的，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然后回头自己看着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话，很有趣但是一般只有当你销量比较高的时候，才会有人来跟你聊一聊。对，然后如果销量平平的话，其实也完全可以接受了，这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你本身在做一个新东西，那搬出一个新东西来给大家看，可能还是会有很多不太接受啊，或者说感觉到这不是我想要玩的游戏这么样的一个感受，我也能理解。对，但是从我个人而言，我会觉得我都从公司出来了，都来做独立游戏了，那我不来做创新，我还要做很陈旧的东西嘛？如果做陈旧的东西呢，我们不在公司里去做那些垃圾对，所以就还好。然后工作室运营的话，其实我不知道有多少看过我个人博客的朋友就我个人那个有一个账号，然后去来做视频分享就现在已经搬家了我们已经搬到了新的地方新的地方大概有个980平左右，然后我们现在预留了有24个房间嘛，我们预留大概12个房间是准备后续再加人的。对，就工作室的运营情况应该还可以，我们活得下去还不错。对，好嘞，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然后乙级联赛的测试我们也已经开始做了，最晚下个月也会和各位相见对。
对，顺利的话，可能下周或者下下周末就可能就有了。然后希望大家电教复玩的开心，然后咱们下回再见。